其实是真的有担心和有犹豫的，就是硬憋着自己写，那每一次就还是会很崩溃，那咋办呢？你们得去印刷厂印呢，不能说往回拖稿，那没交那也不太好。就像看到了彩虹云朵。其实我是有2篇印象蛮深刻的，第一篇就是第一次写的时候，因为真的是面对一个未知的挑战，而且说自己的文字要被刊登在杂志上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忐忑的过程。那还有印象深刻就是在我刚去波士顿那1个月写中秋节前后，因为写了演唱会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那段时间感触也真的是蛮深的，然后就大概这2篇吧。印象最深的画面，大概就是我在江边骑车的时候吧。对，因为，我记得我开完演唱会第2天回北京，剪了个头，然后就第3天就去波士顿了。在江边就是漫无目的的开着，其实是一种休息和一种放空吧。我觉得那个时刻真的挺美好的。你刚说那个演唱会，是南京那一场，对，南京的那一场演唱会。结果你都没有安可就直接走掉了。因为其实因为我怕我也会哭，就是最后想说那就走掉，因为我也不想把演唱会搞的就是大家都哭兮兮的，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我希望演唱会是大家开开心心听歌，然后也是我一个到9月份一个要开启一段新旅程之前的一份答卷和一份对粉丝对所有人包括对自己的一个感谢，这样。我不要沙滩小岛，浅蓝色吧，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什么蓝色是忧郁的颜色什么的，但我觉得浅蓝色反而是一个会让你感到平静舒缓，包括带一点点忧郁浪漫色彩的颜色。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包括我现在写的歌词，其实我也感觉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感觉好像长大了或者怎么样，想的更加的多，或者说更加的能够再往深一点的地方去想了，这样。但我觉得现在就是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有点长大了，所以说会觉得需要更加的冷静一点，更加温柔，更加的有一点忧郁浪漫色彩的颜色在里面。对，是什么东西让你长大了？时间吧。安静、私人和思考。因为要写专栏，所以说在有些时候也真的需要去积累一些东西。那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非常私人的，也包括也会去抽时间看一些书。对，最近看书看得蛮勤的，之前比较荒废。写作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糊弄的事情，你需要去字斟句酌，需要去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让自己的语言更加精炼、更加准确。那这一定是一个慢性的思考的过程，所以说它是会让你成长，而且会让你更加理性、更加会思考的一个事情。对。就像唱歌一样，你的声音是会随着你的年龄变化和你的阅历和你的时间一直在有变化的，会从青涩变到成熟，再变到怎么样。那我觉得任何事情，包括写作也是这样。我的文笔和我所思考的深度和我思考的内容和题材都是会随着时间一直变化的。很多粉丝都觉得这个专栏对他们来说就是你的家书。家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就是觉得不管是对环球人物的读者也好，对我自己也好，都算是一份纪念吧。我会看到这一篇文章，想到当时我是什么样的状态，当时我在干什么，就是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也谢谢
环球人物杂志能让我就是那个啥，能让我一直写下去，没有嫌弃我写的差，这是挺好的，对。宠物这个事情，其实我不太喜欢叫宠物，因为我都是叫我家宠物叫儿子。对，第一篇的话是我当时第一次写的时候，因为那一次真的是知道有这样一个事情之后，真的是心里，哦，没事吧？对不起，不好意思，再重新来，动一下，马上动一下。把那个粘一下吧。